天翠翠带了一个女的，叫什么李梅，长得还不错。哎，身上还有股香味，跟其他女的不一样。我今年50，宁波人，乡下的。家里原来有块地，被征收了。看你啊，征收款好久没拿过了，怎么办？来上海。保安。我的闺蜜们都很羡慕我，有个帅气多金的老公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，家庭环境也好，好像从来都不缺什么。是的，我女儿叫洋洋，今年刚刚4岁。上个月我给她在家里办了一场生日 party， 请了她幼儿园很多的朋友过来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些人里面，唯独缺了他爸。说起我老公，他其实是我的初恋。我们在悉尼读大学的时候认识的，当时趁着热烈的情感还没退散，回国没多久就结了婚。谁知结婚之后都是我们俩的事业上升期，我在广告公司，他在外企。我经常要陪客户应酬、谈项目，他呢满世界飞，到处出差。几年之后，我们有了洋洋，当时我们俩还特意商量过，要调整一下彼此的时间，好好的陪伴女儿。但是时间久了，很多的身不由己，现在好像一切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。我今年46岁，来上海2年了。刚来上海的时候，找了很多份工作，后来发现其实都是要有点学历的。我没读过啥书，后来啊，就凭着在家做做饭、带带孩子，来上海打工。我现在这家主人啊，抠得很，成天啊，房子像防贼一样。哎，以为我啊，拿的菜钱都克扣他们。想想，唉，真是有啥干啥。有时候真想甩脸子不干了，但是想想孩子，再想想生活，算了，还是继续干吧。其实我挺羡慕翠翠，我小姐妹，她在我们那个对面的小区，他们那个小区啊，有钱人可多了，赚的钱也比我多，每天啊还跟着主人到处去。我来上海2年了，什么地方都没去过，想想自己还可真亏。这不，那天跟翠翠去拿东西，遇见了那个我们小区的保安的我哥，觉得挺大气一男人，又爷们儿，挺有眼缘的。想想，要不套个近乎？听说他们小区的很多主顾家的保姆都是保安推荐的，说不定能给我找个好工作呢。喂，姐姐，我已经预约
约了今天下午5点半的车，华盛约我们的6点半在云龙潭，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去。文件我已经装好了，你什么都不用带，就准备一下，我们过去就行，好吧？3份。下个月的房租要交了。我妈跟我说，过年我弟又没有回家，这个家伙，老爸都瘫痪在床那么久了，他也知道爸妈想他。算了，不说了。还得给妈打生活费，生活费4000，房租8000，还有房贷呢。行，我还负担得起。我叫孟凡，在家外资企业做销售副总监的助理。现在的收入勉强够我过活，还可以负担起我老家的一些开销。但是马上房贷来了，我这份工作应该就不够了。更何况，我前夫应该是靠不上了。其实疫情来了，我还有点小窃喜。从前他总在外面乱飞，到处出差，1个月也见不成几回面。我想说，疫情来了，你总该歇着了吧？没想到还是成天见不着人。也许可以跟他商量一下，让他先付。其实年轻的时候，我挺爱美的，想想也想出来，但是家里穷，为了我那几个弟弟，就相亲结婚了。你说感情吧，就这样了呗。刚来上海的时候，跟几个朋友搞了个装修队，挣一点钱，有时候就打几圈，打着打着，他妈的坑我！哎，6年前就把债还了，还完挺好的。朋友安排了，找了个地方住，便宜，1个月4500。1个月4500够了，省一点，留着养老。喂，我刚打你电话你没接。我也不关心你现在去哪儿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房租下周要付了。没错，以前是我先付的，但这个月我不是都转不过来嘛，你先付一下，我下周就给你送那个转过去，好吧？你先付一下嘛，你这点活动资金没有啊？不是，什么叫手头上没有？你是不是又拿去投股票了？不是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就没这个能力，你投什么股票啊？
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现在不该这么说你，你爱投什么投什么，那是你的钱，好吗？但咱们现在还住在一块儿，你是不是这个房租你也可以付？你好歹是个男人吧，是吧？行行行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要不你先去跟房东打个电话，你跟他说缓2天，好吗？下个月我资金就进来了，下个月我就付得起了。我再好好说话，我没有跟你发火，行吗？我都这个年纪了，孩子现在也大了，出来打工，看着隔壁邻村的这些人出来打工都赚了钱，盖了房子，想想也该为自己儿子打算打算了。我这个老公说要不出来吧，他不愿意，就守着那1亩3分地。我想着，总该要为他考虑考虑，还是我出来打工。我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没见过，总该出来看看吧。老在家里待着，真没劲。有时候想想，如果那样，人生有什么意思？还不如出来吧，挺自在的。离了，离了就离了吧。10几年都没见过儿子。早2年，熬2年看看退休，干点啥？能干啥了？我其实真的很想抽出时间来陪我的女儿，看着她长大，陪伴她。我真的很爱她，可是有的时候跟她待在一起时间长了，我就会烦躁，我会觉得她很烦。我知道我这样的情绪不对，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，我没有办法无时无刻跟她待在一起。虽然我很爱她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。也许只有酒能回答我吧。哎，阿姨，帮我忙。
是翠翠的朋友。对，那天我陪她来拿东西。叫李梅。怎么？啊，我跳广场舞的那个地方离这里很近的，江苏路幸福路你知道的呀。这不，我家亲戚，从老家六安带了点鲜笋给我，我根本吃不完。哎，这不我就给你。哎，你这干什么？哎呀，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这个不合适，不合适。哎呀，我跟翠翠是姐妹，你是她哥，这是自己人吗？这个我不好意思。哎呀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你就拿着呗。那我拿。六安的。哎，刚从你家后山，摘的冬笋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你一个人来的？那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其实我没什么大事。那你看时间不早了哈，那么早点回去。哎。要不？豪哥啊，你家收拾的挺干净的嘛？啊，一个人住，也没什么好弄的。可不，我家那位啊，我半年不回去，能把家里弄成个狗窝。这些衣服我来帮你洗。我自己来。哎呀，洗衣服是女人干的活，我天天洗的呀。我自己来。哦，啊，罗哥啊，都这个点儿了，你一定饿了吧？我带了点材料，热点拿手菜给你，就当宵夜了啊。那个糖醋排骨炖蛤蜊，再灼个冬笋。哎，你家灶还可以用吗？啊。看样子你经常做饭嘛？不高兴我没事，有空就自己弄。罗哥啊，你可真能干呐！味精在哪儿啊？啊，柜子上面。啊。听翠翠啊，一直夸你罗哥人好，说啊，多亏你在上海有你照应，要不是你啊，他来上海啊，还真没这么容易呢。他夸我什么？夸你能干，讲义气，亲哥还亲啊。老乡，照顾应该。其实吧，我挺羡慕翠翠的。
来上海这2年吧，我进进出出，也就只去了那几个地方，抬头低头啊，也就只见了那几张脸。白天忙着，都没时间应酬，也就晚上出来跳跳广场舞了。哥，你可别笑话我啊！俗话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你说是不？你一个人要上班？一个人。你怎么知道我几点下班？哦，那天我听你跟翠翠说的，这个礼拜日班早16晚10点半。来上海2年，整2年了。挺好，都做保姆。对，一直在一家做。挺好。有啥好的呀？刚来人生地不熟的，都没法聊地方，可吃亏了呢。哥，你家盘子还有吗？右边。哦。下面。翠翠那儿我去过，我家真没法比。你们那个小区啊，住的都是有钱人，看进去住开的都是好车，和我一起跳广场舞的好几个小姐妹都是你们小区的，其中有个蚌埠的才来了1年，1个月包吃包住8000，吃穿全是主顾家的。哎，人家还给起了个洋名儿，叫 Sandy 呢。上海这样小区挺多，只要肯干，机会总是有。是不？嗯。哎，那罗哥，你以后可得多教教我啊。哎，罗哥，你那个先放着，等一下我来冲。哎，你洗下手绢来。你们宁波人啊，就爱喝这个。我给你买上。能认识罗哥你这个朋友，是我小妹的荣幸。我先干为敬啊。来，尝尝我的手艺。怎么样？上海人的口味。在这家2年了，可没白干。哎，再尝尝这个蛤蜊，咸鲜，我还再加了点腐乳。有点意思。喜欢不？还可以。我这手艺，能不能在你们小区找个好人家我？放心吧，找工作的事儿包在我身上。有哥这句话，我先干掉，你随意啊。酒量可以啊。今天高兴。
哥，哎，你早来上海这么多年，上海有什么地方好玩啊？城隍庙，南京的步行街、陆家嘴、外滩，还有东方明珠。哎呦，我一个地方都没去过。去年过年就回了老家，平常就歇着，一个人也懒得出去。这个每个地方啊，它都有每个地方的玩法，得看你想玩什么。哥，你得说说看我说说，啊。城隍庙吧。城隍庙它就是上海的老庙会，就是吃的、玩的，什么都有。城隍庙我知道的呀，哎，听人家说那个小笼包很好吃啊。哎，这个你就不懂了啊。这个上海人老话呀，他是管馒头还是包子，他都叫馒头。哎，所以呢，这个城隍庙那个地方，他那个地方的小笼包不灵。哎，那你们去哪里吃啊？要吃就吃南翔，南翔小南翔馒头，对吧？馒头不是包子吗？南翔，哎，上海有这个地方吗？我刚才跟你讲了啊，上海人叫这个叫馒头，哎，这个南翔啊，就是一个水乡，啊，一个叫古镇，在嘉定。哦，讲回到这个南翔小笼啊，这个南翔小笼皮薄，肉多，汤还多。你要吃南翔小笼啊，你吃之前啊，先要在这个肚皮上小小的咬一口，当心不要烫着。哦呦，好吃！哥，你说的我都想吃了。哎，外滩你去过没有？我没有去过。你外滩，你上海来2年了，你外滩都没去过，等于没来过上海。我跟你讲，外滩在解放前，那就是老码头，哎，洋房、洋行，还有什么饭店，都是外国老建筑，很好看的。哦。哎，你到了晚上啊，那个灯要是亮起来，顺着江边一路走，江风一路吹，哎呦，舒服啊！哎，那个东方明珠。东方明珠啊，浦东除了东方明珠，你还知不知道什么其他的高楼大厦？这个我怎么知道？浦东3大高楼，一个是叫经贸凯悦，一个叫环球金融中心，一个叫上海中心大厦。上海中心大厦，哦哟，148层哎，632米，中国第一高楼。真的啊？那当然了，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从底层到顶层，坐那个观光电梯哦，要10几分钟。哥，你上去过？哎，我当然上去过了。哎，那个上海这间观光厅啊，我跟你讲，四面全是落地玻璃窗，360度没有死角，左脚外滩，右脚陆家嘴，空灯底下就是东方明珠。哎呀，你抬眼一看，苏州河、黄浦江，就像2条丝带，哗哗哗哗地，它流进了东海。就有那么一刻，你就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到了巅峰哎。哦，哎，那个南京西路步行街啊，漂亮呀，就是百货大楼、
商场，美容、美食、服装都是世界名牌，不仅女人8成都喜欢啊。买得起，看看。说吧，上面这些，你想去哪看看？我想去外滩。外滩简单，找个周末，叫上翠翠，我带你们一块去。太好了，哥。你家里男人在家种地，也就那1亩3分地。儿子大了，在南京打工学手艺呢。你怎么就一个人来？没劲呗。等儿子谈朋友了，还不得给他整套房子吗？现在老家的房子不都得100来万吗？否则谁家让姑娘领进门啊？好生气，好生福啊！走一下。哎。哥就没想再找个女朋友？不想，麻烦。骗人！真的。翠翠都跟我说了，那个小刘啊、娟姐啊，还有几个月前那个赵阿妹，也听他瞎说。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呀？一个单身大男人谈个朋友你情我愿的，又不犯法。哎，再说像我们罗哥这样的，哎，你看多有魅力啊！魅力个屁啊！你该走了。哦。
罗哥，你能借你家洗手间用一下？罗哥，你来一下。我是不是很不要脸？你不一样。我刚才多喝了2杯。你放心，你工作的事我一定帮你解决。你就当我刚才没来过。那你说你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你都离了10几年，
算一个。听说上面招了一批新的大学生，都是要把老的都给换了。50了，按规定啊，过了50，公司就得负责养老。人家也不傻。那你换个工作呗，饿不死。哦，你工作的事儿不受影响啊？还有点关系。还跟我提这个？不提不提。我跟我男人一天说不上几句话。村里是个能走路的都出来打工了。我说我们也走吧，他不，他哪里也不去。我是个想不出的人，要不是当初为了那几个弟弟，我肯定看不出他。他对我挺好的，可就是说不到一处去。没出来的时候，我开过小超市，卖过烧烤，结果没生意，全都关了。真待不下去，我都40好几了，再不出来见见世面，他就没劲了。你看上去挺年轻的。瞎说。真的。翠翠讲过的那几个女的，哦，就是在一起开心的，都是明白人，反而没什么话，就像路过的母鸡，进了窝也不下来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？想说就说。其实这10几年，不是没想过找一个女的。我这个人什么都没有，脾气还不，时间一长啊，就出不来。当时孩子他妈不就这样？那个时候年轻，真他妈不是东西。就这么着吧。不提了。听翠翠说，你欠的钱都还了。啊，还了，6天前就还了。现在挣了1/3给妈，1/3给她说是留给孩子结婚用，剩下的自己存点养老。这不挺好？你又不老。50了。
人这一辈子啊，还有几个10年？会好的。是吧？嗯。我该走了。哦，你等一下。我的电话，有事儿你打给我。微信也是这个。微信也是这个。啊。我送你。
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当然。我手机呢？谢谢。啊，谢谢。我操，重来。喂，老公，你怎么样啊？啊，我没喝多，瑶瑶已经睡了。快恭喜我，今天我把华盛的单子签下来了，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小瞧我。你那边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哦，那就好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不好意思，我忘了。你记得给我带礼物哦。晚安，亲爱的。他人到底在哪里啊？谢谢。文件我放到你的书桌上了，明天别忘了带到公司啊。还有这个。姐，我跟你说，刚才万总他那个手啊，就一直放在我大腿上蹭来蹭去。要不是你把合同递过来，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停手。我感觉他的鸡巴都要硬了，真他妈恶心。你以后少喝点。这个 U 盘我放在这儿了啊。这个呢是之前我们所有客户的往来信息。李总就不一样了，每回陪他出去，从来都不用我喝。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完全不用担心自己准备的够不够充分。他好像每次都能准备几百种方案来应对那些突发状况，什么事情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。我什么都不用做，只有美美的坐在那儿，崇拜他，支持他。你恨不得这辈子都能待在这样的人身边，享受那种王后般的安全感。有一回他带我参加竞标，你还记得吗？是。那个项目对还是新人的我来说实在太庞大了。那天老钱也在，我们一起陪客户吃饭。谁知老钱突然就在桌上对我发难，问了我一个连想都没想过的问题。具体是什么我也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当时全场的人都停下来盯着我，而我的脑袋里只有一片空白，感觉天都要塌了。我吓得浑身直冒冷汗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这时候李总轻轻站起来对老钱说：“老钱呐，不要吓坏了小姑娘，我们在酒桌上不谈工作，我们只拼酒量。”说完3杯就下肚了。老钱见这情形也不好意思再问什么了。那天从餐厅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对自己说，以后只要是这个男人提的要求，我统统都满足。下次你们俩换下来的衣服，记得送到店里去洗啊。你给我挑的内裤，他非常满意，还挺有眼光。谢谢。你觉得钱总这个人怎么样？
老法师，算是个好对手吧。哎，那如果在他手下做，他挑女人的眼光太差。但凡他手底下多几个像我这样的，也不至于总打败仗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，他老婆你也见过，天天对着那张脸，真不知道哪儿来的兴致。不过好像从来没听说他有什么绯闻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因为他老婆人虽然长得难看，但床上功夫特别好？我告诉你，男人在外面的时候就像野兽，总以为自己能征服全世界。也是，征服那些美好的事物，确实能给他们带来成就感。你得给他们这样的触觉。可一旦等他们回了家呀，你只要伺候好他们的胃跟下半身，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叫你妈妈，妈妈。我到底想说什么？你看看我，怎么说也算有点姿色吧。虽然做不出一手好菜，但我有钱啊，想吃就开车出去吃吧。你看看，这房子，这家具，还有那一柜子好酒，哪样不够好吧？啊，哪样不够好吧？我们还有这么可爱的一个女儿。不过我也不再想生了，恢复身材太辛苦。你看，该有的都有了。我也不是说我跟我老公的感情就不好，我跟他在一块的时候还挺开心的。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帅、最有情趣的男人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完美契合我的人了。可就是你懂吗？就像是你一直浸在一个大大的蜜罐里，慢慢的就尝不出甜头了。所有的事情都好到不能再好了，不是吗？可问题就在这里，我为什么就不高兴呢？我也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。我明明什么都不需要了，可我他妈的就是不满足啊！欣欣，你是不是喝太多了？哎，
先走了啊。你走吧，车钥匙在鞋柜上。不用，你开我的车走。不用，我自己叫车就行了。别跟我客气，明天赶回公司就行了。我明天不去公司了。为什么？你休假吗？也不是，其实我就是……算了算了，拜拜。谢谢。我辞职了。嗯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走了，我辞职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没有开玩笑。为什么？对方给你开多少？我就想知道你现在值多少。这不是钱的问题。哪家？磐石。老钱呢？他给你什么职位？销售副总监。樊姐，可真有你的啊！这么多年，我算是看走眼了。原来我亲手给自己养了个对手。白眼狼，叛徒！你跟他睡过？他床上功夫怎么样啊？我还真以为他有多干净不是所有人都啊！像你想的那样。你真以为你可以啊？我告诉你，要跟我比，你还差得远了。你看看你这身，鞋子是我送的吧？还有手上那个包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位子不是你订几张机票做做报表就行的。像你这样生人勿近，项目是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。你得让自己像个女人，女人你懂吗？对了，我记得你是学护理对吧？哦不，成人自考市场营销，本科。你多久没回你辽宁老家了？也是，你妈只要按月能收到你的生活费，也不指望你点什么。在你妈眼里，只有你那个寄生虫弟弟。我能理解，一个外地女人出来讨生活，是该对自己、对周围的世界狠一点，不然怎么能在上海顺利安个家呢？
你跟你那个高中同学前夫还住一块吗？你们房贷怎么算啊？哦，我忘了，租房的。那房租还付不付啊？你说这男人可真不要脸，到现在都赖着不搬走啊！我真搞不懂了，明明连碰都不想碰对方一下，怎么还能住在同一个屋里？可真是苦了你了。也是，换做是我的话，我也会这么做。拼命忘掉自己过去的模样，忘掉那个收留过自己，把自己一步步带上道的人，那个傻逼女人。为什么不说话？对不起，CC，我该走了。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，再见。站住！你回来！你把话说清楚！你给我回来！是你让我说的。第一，我的房子已经买好了，在嘉定，首付是我付的，所以房子也写在我的名下。本来想跟他一块儿还的，现在也无所谓了。没错，我确实还跟那个男人住在一起，不过咱们俩各过各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反正等新房子交付，我立刻就搬出去。第二，我爸常年瘫痪在床，都是靠我妈来照顾。他们俩退休工资很低，你也知道我那个弟又不孝顺，生活上就只能依靠我妈。我小的时候家里也很穷，可他们俩从来都没有不让我受教育。现在两个人老了，我当然应该力所能及。像你这样养尊处优的大小姐，估计很难体会吧。第三，你要是在我们那个小县城生活过，你可能就会明白什么叫做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学护理，对，学护理。我学护理怎么了？你知道，在我们那个又贫困、受教育程度又低的小县城，能够上一个公立还提供工作的学校意味着什么吗？但愿你这个漂亮的脑袋能够想象啊。但其实想象没什么用，有时候咱们就是因为过于沉迷想象，才会过得这么无聊，这么乏味。你说多遗憾啊！我跟你共事到现在已经不下6年了。你看，我熟悉你家里所有的摆设，所有的家具，我也清楚你女儿的上下学时间。没错，我还得给你的情人买内裤。但你对我呢？你对我了解多少？是不是还停留在表面？是不是还得从别人的只言片语当中才能知道我的一点点的虚假信息？不过没关系，这都不重要。第四，关于你刚刚对自己提的问题，基于咱们俩的特殊关系，我很乐意给你一个答案。谢谢。你听清楚了，可能你这辈子很少会再从别人嘴里得到这些话。你
刚刚说的那个词叫什么？收留。我想你对这个词可能有误解。其实我来这家公司工作之前，我已经有3年工作经验了。当然，你明白要面对一个新人上司，为了顾全他的虚荣心，我就是会有所隐瞒的。但我相信你也不能否认吧，就凭你的工作能力，如果没有我的经验和任劳任怨的给你弥补漏洞，那么就算你的爸妈再支持你，就算你再能用你的方式搞定你的领导，恐怕也很难以为继吧。所以事实就是，你对我的需要远远要大于我对你的。我对你没什么亏欠的，我所有的劳动所得都是靠我的工作，甚至远远超出我职责范围内的工作，就比如说现在来获得的。我账户里的每一分每一厘我都挣得问心无愧。你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热心喝酒，那么热心睡男人吗？其实在我看来，就是你内心空虚啊。你知道你工作能力不济的，所以你不断利用你的性别优势。你心里也很清楚，你不过就是上司枕边的一个花瓶。但是你越沉沦于这种关系，你越是手足无措。是，你生活优渥，还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这个生活就没让你吃过什么苦头。如今你婚姻幸福，爱情美满，所以你觉得一切都很体面。但为了维持你这样一份体面，你一直努力工作，但你也知道你有什么呢？钱，这身皮囊，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？你也不懂珍惜，你不珍惜你的爱情，你也不珍惜你的亲情，你把它们品尝完了，你就厌烦了。你问问自己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一个好妻子，也不是一个好妈妈？你清楚你女儿1周有几节课外辅导课吗？你知道你老公出差去了哪儿吗？哦，对了，你老公。说到你老公，我就很少在这个家里见到他。天知道他去哪儿了，天知道你们俩是不是像你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恩爱甜蜜呢？我对他不熟啊，但我基本可以想象，他跟你就是同一类人。没错，没错，就是你们这类人。你们这类人，你们就漠视一切，你们心里就只关心你们自己，你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自己，你们根本就不关心别人，因为你们心里只在乎自己，你们只爱你们自己。
丈夫。对不起，我刚刚确实有点太激动了。不，你说的没错。我们实在太像了。有的时候他坐在我的面前，我感觉就像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估计他也是这么觉得的。所以后来我们立了个规矩，为了维持那份新鲜感，我们互相给对方留足空间，大家互不干涉，心照不宣。但在亲友面前，一定要维持那份恩爱。我们也不是就这么放弃了，时常还是会约个会，营造一下氛围。不过说实话，效果不大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就觉得他变得陌生了，也可能是我变了吧。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回到这个房子里，看着这个这么大的房子，但是一点温暖都没有。那个时候我就会特别难，回不去了。很多事情是你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回去的。起码你还在努力维持。女人呢，你说靠男人是真不行，但要完全靠自己，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你不爱他，你前夫。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将就吧。哎，你说人是不是就是这样啊？越是不想犯错，越是会犯错。20岁那年，我们学校安排了一次实习，是去我们县上的老年看护中心，就是那种满地都是老鼠屎，到处散发屎尿味儿的地方。你知道吗？就算是那样的老年看护中心，咱们县上也只有2家，还得是学校成绩最好的人才能去。不过那个时候大家觉得，我不光是人品、学业，都是数1数2的。我这个人有个原则，就是尽量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事事规规矩矩，要做就做到最好。你总是这样。在那待了几年之后，我开始觉得越来越迷茫。你说我那么努力到底是为什么？就为了留在那种地方吗？到处都是拉屎拉尿的味道，还有死亡的味道。比这更可怕的是，我也不知道我未来可以在干什么。有一天，我在食堂吃完饭，准备回到值班室，在下楼梯的时候，在那拐角的地方有一盏灯一直忽明忽暗，然后突然它就暗了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突然就承受不住了，然后我蹲下来哭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才发现原来楼道里一直有一个人就在那个拐角处站着呢，是我们医院的护工，大家喜欢叫他大红，因为他喜欢把头发染成红色，指甲也涂成红色，
俗的那种红的大花。他在角落里看着我，他就看我哭了一会儿，然后他走过来跟我说：“他说，老妹儿啊，抽一根呗。”我说不行不行，我这人不抽烟。然后他就把烟点着了，一把塞在我的嘴里。他说：“老妹儿啊，你要是一辈子都不抽烟，你就一辈子不知道它是什么味儿。”这是我这一辈子抽的第一根烟。几天之后，我辞职了，跟我的小姐妹一起去了广东。那就是我漂泊生活的开始。你后悔抽了那根烟吗？哎，不过你别说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烟有什么好抽的，这种味儿。但我已经习惯在我包里放上一包包。现在想想，要是没有这些烟，我过去几年人生当中遇到的那些坎儿，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过。我今天说的太多了。有些话你当时不说，以后就再也没机会说了。哎呀，好久没说过那么多话了。我不会输给你的。那就走着瞧吧。我觉着吧，这人还真是物以类聚。你看你跟老钱，你该不会特别欣赏他吧？那当然没有。他这个人又古板又固执，但他肯定不会后悔请了我。他可不是省油的灯啊。男人嘛，总是过度自信。这还是你告诉我的。看来我还算有点价值。女人这点事儿，还是得跟你学。行了吧，这风格不适合。哎，跟我说说，老钱都让你接手了哪些项目呀？商业机密。行了，这个圈子就这么点大，谁家有点动静，过一阵子我们都知道了。哎，得了得了，你就别为难我了啊。没劲。这个 U 盘我还是给你放在这儿。我还给你预设了个人，明天就去你办公室报道，你到时候审核审核。姐，我可真佩服你。有时候想想，还是真有点舍不得。来不及了，你可别挡着我发财。行，你翅膀硬了，放你展翅高飞，